打进来，变成这样子。好，在这里就不要动，等他打第二拳，你从这个地方变来，晓得吗？你在这边停，不要动。对，哎，很好。对，对，不一定要退，因为你可以这样进。不是，我们刚刚意思就是说，因为有时候我们出来，就是这一段只要拳稍微上一点，就不好闪。可是退就比较全面性就好多。因为这边比较容易嘛，因为这边的骨头少嘛。可是只要上一点点，就是很难去。对，所以这边是你缩一点，那个只要那个力量有就好了。你再试试，只打。对。不是，哎，成一个圆。我们发现这样打一次1、2、3，那我如果觉得我停一下，我也是停1秒。所以他做动作看到我没有打，但是我下一个打的时间又是照那个顺序。可是我如果逼自己只停半秒，不是停1秒，就很危险。他做那个动作，我打，就是他已经开始做了，我才打，所以没办法去做。那你就停半秒啊。说半秒，应该说半秒会，就是不要让他不要有预设嘛。对。可是我停半秒也很难，就是我自己的概念也是打我停了也是停1秒，变成是我下一次打又是走那个节奏中。所以要练习反拍，后半拍。后半拍啊，你们都是1、2、3、4嘛，是不是？这是正拍嘛？这个是反拍。1、2，这是两个正拍嘛？这个不要，1、2，这个是反拍。看不懂，就改变节奏的长度，间距啦，改变节奏的那个间距啊。对，end 1 and 2 and 那个 end 是半拍，Vova 练习闪的时候走圆进来，你并不一定全都要退。
哎，对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不要动。第一个变化就不要动了。来，停，好，现在换它。晋级，你现在打，你，哎，走。对，不要动，不要回。做到这边就死啊？他刚刚动作就死。对呀、对，停。你不一定要左右左右啊，你打我。那个你们在闪躲的时候啊，当网收会了以后，练习什么？练习一个圆啊，来打。你们一开始是这样子对的，先有这样子。可是你要记得哈，这边进来的时候，你这边都是圆，这边都是圆，它是圆心。你假设它打进来的点是圆心，所以周边都是这个圆的范围。所以练习它打进来变成这样子。好，在这里就不要动，等他打第二拳，你从这个地方变来。晓得吗？你在这边停，不要动，再看他要怎么打。那他要打就是我的空在哪里？当我的姿势是这个样子的时候，你看我这个手是对他的哦，所以他不能随便打的，是吧？你这个手一走，你随便打，这个手一走，我这个手就上来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在这边，他要怎么打下一拳？是他的难题了，听不懂？你要怎么打？他这样打嘛？再来，因为我这个手在这个地方嘛，我这个手在这边嘛，那么近，他那样打的时候，他的危险是什么？来，你刚才那样子了，你的我跟你讲，你那个的危险是什么啦？刚才那样子也错。来，我的变化只要一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它就没了。所以你在那个姿势上面，对方怎么接下来打那一拳也是一个难题，晓得吗？这是相互来做这样的练习啊。在这种状态下，你要打哪边，你要用什么姿态打，这是双方练习对打的一个阶段的方式。所以两边都要什么？两边都要具备这样的条件。你如果说两边都是打，两边都是这样子，他再打，又是这样子，那这种对练就没有意义了，听不懂？因为程度还不到啊。他要拿我这样子，他打我的反应是这样子，所以他要做什么？他要做接下来正确的反应，听不懂？这样子他要做接下来一个反应，很难。你看，我知道他要这样子，可是这样不行，这样子我就进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刚才的手肘在这边，我如果手肘在这边，他可能可以，这个手就进来了。可是我会有这个习惯，你看我的手在这里，所以他这个手
他如果进来的话，他进来，我的肘就在这边，我的肘就在这边，是不是？你看肘对肘，对不对？他如果往下一挡，就是这个，这就是练习，要不懂？你要知道，在这种姿态下面，对方跟你自己可以做什么样的啊，慢慢就练出来，跟下棋一样嘛，你慢慢就知道。哦，我在这边的时候，我这样动，它可能会怎么样？我这样动，变成一个这种力量的一种对应的一种感应了。所以常常是到什么？常常到两个人来出。好，我如果这样子，它可进的空间就大，你可用的就多，是吧？这样不懂？如果说到一个很难解，啪，分开，再来。因为通常你的正确反应，他攻击我，我的正确反应，通常是一下就解决了。就你的反应是对的话。所以他要做下一个反应是很难的，所以防御的方式如果是正确的话，那个攻击的人就很难攻击。啊，听不懂？所以熟练了以后，慢慢这样练，也不打，就是你的变化如果对的话，两边就可以什么两边就可以学。他来，他全来。我如果这样走呢，对不对？我如果这样走，是不是？就是说，你去掉什么往后退，或者在原地的习惯。当我的方向一变，我变成这个样子，你走那个距离的时候啊，你就漏很大的空了，听不懂？他从这边走到那边的时候，这边的空就出来了，不可以这样走。所以在这边，他要处理的是什么？他这个手不敢进也不敢退，是吧？现在两个都活的是这个手，我们两个这个手的位置是一样的，所以机会是一样的。所以我这个在中，他也在中，所以他这个手要进来，要用这个手的时候啊，他可用的范围也很有限。所以在这边你要处理的是什么？不行的。什么原因？你们说，这种最危险。我跟你们讲，他进来，这个走进来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因为我在这边的反应，他的走进来，我的反应是什么？我的反应是这个嘛？对，我的反应是这个，刚好这个在这边，不可以。就是说，你如果知道有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你就不敢进那个走，你不敢进那个走。所以，当我们在这边两个都这样的时候啊，你可以处理这个手，这个两边平均的都不要动。那你要怎么处理这个手？往那边开也可以，可是你吃亏，因为你一开的时候，我这个就进去了。因为是你开这个门嘛，他开这个门，我这个手就进去了。所以在这边一个可行的方式是什么？左手进去，从哪进？你不可能啊！我这个走在这边防着啊！你说，哎，
这是一个方式。他这个这个手进来，你这个手要进来就要逼住，你要逼住我这个手，晓得吗？你要逼住我这个手，让我这个手不能用，你这个手再进来，这样不懂？这是一个方式。可是对练八卦的来讲，还是很危险，因为你逼不住我这个手。来，刚刚这样子，他进来，他要逼住我这个，还是一样，晓得吗？这就是要活，你的每一个关节会转，你的关节不会转，逼住就死掉，你这个手就被他逼住了。他那个，因为这里是对他最有利的角度嘛，他这里一逼，这个手就上来了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这是可行的。可是对于我们来讲，我们这些地方非常的活，所以当他一做这个的时候，我自然做出这个来了，就是所以这些地方慢慢这样子，两边到那个程度了，慢慢练习，慢慢练习，慢慢两边就有那个感觉了。两个人贴身的时候，贴身近距离的时候，双方怎么动是最安全的，所以就不会做什么，不会做出不合理的动作来。所以这种就不能说什么来，然后我出手，我说我力量比你大，我才不管什么，我就把你压死，不能有这个。在练习这种东西的时候，不能有这个说力大压死人，力大压死人就不要练了，听不懂？如果真的力大，我真的是我这样子去吃它，你要怎么办？走开，走，往后绕，你这样子拖不动我的，我要这样子，往后绕，走了，往后绕，不要忘记别人的喉咙，那个手你只要贴住别人身子来，我压你，你贴住别人身子绕过来，再来，你那个手为什么要？我已经压你了，你走开，那个手就松开啦，松开喉咙上来啊，不要用这个，你就这样就上来了。转身的过程当中，这个手就要上来了。所以当我们来在那边，当我们在转身的时候，比方我这样过来，当我们在转身的时候，这个手就不要忘了，这个手在后面。我要打他也可以，就在这边了，听不懂？拧转，一个很重要的是，我的身体在拧转的时候，我的手可以留在后面，这就是老虎的绝招尾巴，听不懂？晓得吗？所以两边这样练，到大家都有对招式、对动作、对力量的流动有一个概念了以后，要这样子练，这是一个阶段的练法。这种东西两个人摸久了以后，你的身法、步法什么对力量的掌握、对招式的这些感应，你就有了。听不懂？在没有认识这个的时候，你去这样做会养成坏的习惯、坏的认知，因为你的反应是错的。对。